常重要的就是这个饼皮的部分。我们今天做的是比较偏薄脆的披萨。如果大家喜欢吃这种像面皮发的像面包的口感的，这种是属于比较偏美式的披萨。我今天示范的是偏意大利拿坡里的这个薄脆的披萨，它的规定蛮严苛的，有些标准没有办法到达的，意大利人是不允许叫做正统的拿坡里披萨，在家吃很弹性，而且我觉得其实这吃起来口感跟正统披萨我并不觉得有太大的差异，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大家很弹性。那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正统的拿坡里披萨，其实有些东西都不能加，比如说牛奶啦。鸡蛋啦，或者是油类的正统的是不加。正统的拿坡里披萨只有4样东西，就是所谓的面粉、酵母、盐还有水。那我们稍微的做一些改良让自己在家做更方便，口感更好吃。高筋的面粉我们用90公克的高筋面粉，90公克的低筋面粉。酵母粉的部分我们用3公克。速发酵母，低糖的速发酵母如果燕子牌的你家里有备用，你可以用低糖的酵母。但如果你是一般的也没有问题，我试过是一样可以成功的。20公克的油，3公克的盐，清水。如果你真的想要用牛奶也可以90公克的牛奶，其实很好记90、90、90。所有的这个面团揉合出来了以后，这个面团基本上我们可以做28公分大小的薄脆披萨，做2个圆形，当然可以做任何其他的形状。那油的部分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蛮推荐的酪梨油，今天我用的是罗勒口味的酪梨油。这个意式的料理的香料里面就有罗勒，就是所谓的 basil。这个罗勒它的气味本来就很适合意式的料理，把它揉合在面皮里面，有一个淡淡的罗勒香，非常的适合。你用原味的油，或者是有朋友喜欢用橄榄油，也非常适合。为什么我这边再放了一份的90公克的全麦的面粉因为全麦面粉通常精度都很低。如果喜欢比较健康一点口感的朋友，你可以一半是用高筋面粉一份你就把低筋面粉改成全麦面粉可以吃到更多的这个纤维质。我为朋友示范2种揉面的方式，当然手是最基本。我今天呢，第一个我帮大家示范的是用面包机，再来我会用美善品再做另外一份因为我发现订阅我频道当中有蛮多朋友他们使用美善品的，都很希望我能够稍微的操作一下美善品。第一团的面我们用大家常用的面包机来帮我们揉不要忘记很多主妇会忘了这个叶片的部分，自己装一定要装上去我们先把水分加进去那其实这个面团稍微感觉上是干燥了些，因为要薄脆不可以太湿好，那剩下我们把2个面粉都放下去。其实我刚刚应该把这个酵母先放进去没关系，我就现在先放酵母让酵母跟水先做了结合，2种面粉高低筋的都放下去。油的部分最后等一下揉成团了再加。这个是盐的部分，我们让盐跟酵母不要立刻碰在一起但是实际上当酵母已经跟水做结合，或者是跟面粉已经开始作用了以后，你再让它加盐就没有关系了，就会增加这个面粉的精度面团的精度。因为Panasonic 的这一台很多朋友应该都有，那这台是有所谓的 pizza 面团的这个功能但我们不要选 pizza 面团，只是要把它揉成团所以我们用面团的功能就可以。我们让它大概揉到这个面团呈现一个比较光滑的状态就可以了。很怕这个旁边如果会沾到一些粉没有办法，你可以用个刮勺稍微的帮忙它一下，基本上会蛮干净的，已经是一块一块的块状，这是非常正常，因为我们水分不是那么的高这个pizza 面团它已经成为这样子这样子比较所谓干燥的，然后已经成团都不是粉了这样子就好了。那你不要觉得这样很奇怪，这是非常正常，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面团不是属于水分高，我们要它脆口一定不能水分高，水分高虽然好操作，但是面团的这个口感整个都没有了我们就要加上一个另外一样东西，再让它继续揉一下，就是油。这20公克的油我们就放进去。油你要用这个橄榄油或任何的液态油都可以，甚至有的人想要用这个 butter 牛油也都没有问题。好，那我们让它再揉一下。好，那大概现在已经打了大概5、6分钟了，我们按一下取消，它就停了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这个面团取出来了。面团其实这个面团已经变成非常柔软，我觉得状态已经蛮好的一个
面团。如果你需要再手揉一下也没有问题，你可以再搓揉这个面团一下。但我觉得大概好了，我们就稍微的收成一个圆形做面包的状态，我们把它收在底部，不是完全非常非常的光滑，但没有关系。个人习惯我会把这个面团放到冰箱冷藏室我一样用低温冷藏发酵的方式，因为我等一下刚好中途有事情要去办那这个所有面团已经我们收成一个圆形了。那你不要看它这么小其实这个是2个28公分的薄脆披萨的大小。我习惯性放到冰箱冷藏室做这个低温的发酵我们可以在盒子当中稍稍的抹一层油薄薄的一层就好，我们是怕这个面团会有点粘黏，我们就可以直接放进来先在室温当中大概放置个30分钟到1个小时之后，我们再把它移到冰箱冷藏室，至少大概8到10个小时再来操作。那我试过最多放在冷藏室2天，那如果超过48小时，超过2天的朋友，揉好了以后放到冷冻库，你就一份一份比如说我这个面团可以做2个，我就把它弄成2份的面团，直接放在这个塑胶袋当中一份一份的放在冷冻库当中，要使用的时候再拿到冷藏室回温这样就可以了。另外一部分的朋友可能你是用美善品来操作的那也是可以，揉面的效果非常好。一样，我们把90公克的水放进去，如果想要用牛奶的可以用牛奶。那水放好了以后，我们把酵母放下去好，酵母进去，这一团面我们就有加上这个用低筋面粉的部分，我们用全麦面粉所以一样放下去。高筋90，如果盐你要再少量一点也没有问题，我是放3公克，那你放这个1小撮，抓1小撮，意思意思也可以的。盖子先盖上油这时候先不要加我们这时候就直接先来揉面了。可以设定37度的温度，但是我想不用了。好，我们就设定30秒的时间到速度4让所有的面团混合在一起。这个30秒的速度4已经完成，但是这时候可以看到里面是碎碎的我们不用打开了我们直接把油要再混进去，设定2分钟的时间，我们让它变成揉面键然后我们就启动。好，当它边在揉面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这个油加进去。时间到了很快2分钟到了。这时候是美善品的朋友，你不要担心因为你看到的状况，你可能会觉得糟了，这是不是没有成功？不是没有成功，是正常的。大家看会发现这个面团变成一颗一颗的球状但其实没有关系，因为这个面团它属于比较干燥。当你把这些球状的东西揉合在一起了以后呢，完全成型了。你看，所以你只需要把它全部的聚集在一起。全麦粉的部分它比一般面粉再更低的含水量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我这个本来就是揉面板我们就直接把它打开来。你打开来以后呢，让这个刀掉下去了以后，这个就简单了。你看，甚至你就这样子把它们全部粘干净，一滴也不要浪费我们就是把所有的粉面都放在这。那在刀子上面有一些也很简单就可以拿下来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面团有一些碎碎的没有关系，我们就稍微的揉一下它就可以了。很好玩的，其实用手工做很简单，尤其这个饼皮的部分老实讲，因为它不大，所以我们在揉面的时候，你用身体就像按摩一样你按摩不要受伤就是要把身体的重量压下去，而不是用手腕的力量。用手腕的力量你会受伤手腕容易得这个腕隧道症候群，所以大家用身体的力量压下去就好。其实它已经很光滑了，我们就把它收那这时候呢，我习惯一定要放到冰箱冷藏室做低温冷藏的发酵。你可以收成一团，一样可以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鲜盒里面。那记得这个一团是2个28公分的披萨不要忘了。不是，看一下，明明是一样多分量的水分跟面粉但是为什么这2团面的柔软度有明显的差异呢？如果你使用全麦面团的话，其实老实讲可以再增加水，但是我想我不需要因为我喜欢吃这个非常脆口的，所以我觉得它只要能够成团就可以了。那像这团就明显软很多。那像这个面团我们就让它在这个常温底下先放置大概30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先做初步的发酵，之后我就要放到冰箱冷藏室做比较长时间一点的发酵了
低温的冷藏发酵。你现在就立刻想要开始操作，你不想等这么久的时间，我们就必须把它移到一个35度左右的环境当中哦。那怎么样制造一个35度的环境呢？如果你有发酵箱，当然最好，它可以帮你定温。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我建议你准备一杯热水，那大概80-90度都可以啦，不用到滚水，放到一个密闭的箱子当中，保丽龙的箱子啦，或者是大家有所谓的烤箱、微波炉，都不要启动。我们运用它这个微波炉或是烤箱的这个箱子空间，我们放一杯热水，然后再把这整盒可能就不用盖盖子了，你就直接把整盒，然后跟一杯的这个热水放到没有启动的这个烤箱或微波炉当中发酵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等到胀大以后的面团，我们再来擀平操作它哦。好，那我们先等它发酵咯。